大家好，我们频道独家获得法国总统马克龙一个领导者的诞生一书的播放权，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或者本节目的内容介绍中点击链接购买此书。现在为大家朗读简介。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是当今世界上最受欢迎和最有争议的领导人之一。在本书中，我们将仔细研究他的生活、他的政策以及他对法国和世界的影响。我们还将探讨他在试图带领法国进入一个新时代时所面临的挑战。导言：认识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于2017年当选，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他因其直言不讳和改革主义议程而成为头条新闻。下面我们来看看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出生于1977年，在法国亚眠市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一名银行职员。马克龙曾在巴黎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学学习，然后进入精英的国家行政学院。毕业后，他在 Rothschild 与 CIA Bank 担任投资银行家。2012年，马克龙离开银行界，加入法国政府，成为一名高级公务员。在2014年被任命为经济、工业和数字事务部长之前，他曾担任弗朗索瓦·奥朗德总统的经济顾问。马克龙于2016年辞去政府职务，发起自己的政治运动 En Marche，Not on the Move。En Marche 是一个中间派政党，专注于经济改革和欧洲团结。在2017年的总统选举中，马克龙击败了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庞，成为法国总统。作为总统，马克龙因其改革主义议程和直言不讳而成为头条新闻。他推动了对法国劳动法的修改，并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马克龙还直言不讳地批评英国脱欧，称其为一个错误和罪行。马克龙的总统任期并非没有争议，他被指责过于偏袒富人，与法国人民脱节。2018年，法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反对马克龙的政策，特别是他提出的增加燃料税。尽管存在挑战，马克龙仍然很受欢迎，最近被评为法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他被视为法国政治中的一个新声音，以及一个不惧怕接受困难挑战的领导人。早年的经历，在亚眠长大。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于1977年12月21日出生在法国亚眠市。作为3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马克龙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他的父亲让·米歇尔是一名医生，而他的母亲弗朗索瓦斯是一名心理治疗师。马克龙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中长大，没有去教堂。小时候，马克龙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但在文学和戏剧方面很出色。他还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既打橄榄球又踢足球。马克龙曾说，他的童年经历塑造了他的雄心和决心。高中毕业后，马克龙进入巴黎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学学习。之后，他在索邦大学学习哲学，然后在巴黎政治学院获得了公共事务硕士学位。2004年，马克龙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法国经济和财政部担任公务员。后来，他在 Rothschild 与 CIA Bank 担任投资银行家。2007年，马克龙与他的高中女友布里吉特·特罗格诺结婚。这对夫妇有3个孩子。2017年4月，马克龙宣布参加法国总统的竞选。他以中间派的平台参选，并得到了几个主要政党的支持。在第2轮选举中，马克龙击败了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在39岁时，马克龙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从学生到银行家，马克龙的总统前生涯。马克龙1977年出生在法国北部的亚眠市，他是2名医生的独生子。他的父亲让·米歇尔·马克龙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而他的母亲弗朗索瓦斯·诺奎斯·马克龙是一名全科医生。马克龙在亚眠当地的中学接受教育，然后前往巴黎，在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学学习。随后，他进入国家行政学院业内学习，这是一所为未来法国公务员培养的精英学校。他于2004年毕业。离开国立行政学院后，
马克龙在2004年至2008年期间在法国经济部担任财务检察员。之后，他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在罗斯柴尔德银行担任投资银行家，然后在2012年成为法国总统官邸爱丽舍宫的副秘书长。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2014年，当时他辞职竞选总统。马克龙自2007年起与妻子布里吉特·特罗格纳结婚。特罗格诺比马克龙大24岁，之前结婚时有3个孩子。4通往总统之路，马克龙的政治抱负。法国最年轻的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有一个旋风般的政治生涯。作为一名前投资银行家，马克龙曾担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的经济顾问，然后在2014年被任命为经济、工业和数字事务部长。他于2016年辞去这一职务，发起自己的政治运动 En Marche， 并竞选总统。马克龙在2017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利令人惊讶，因为他的对手是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更成熟的候选人。然而，他开展了一场非常有效的竞选活动，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中间派候选人，可以吸引来自不同政治光谱的选民。自上任以来，马克龙试图在法国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全面修订该国的劳动法和一项减少碳排放的计划。他还努力改善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并在英国退出欧盟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展望未来，马克龙曾表示，他希望将法国打造成一个创业国家，并提出了一系列支持这一目标的倡议。马克龙将目光投向了第2个任期，毫无疑问，他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推行其雄心勃勃的议程。5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玛丽娜·勒庞2017年的总统选举。在2017年的总统选举中，马克龙在第2轮投票中击败了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获得了 66% 的选票。马克龙与法国教师和前总统候选人布丽吉特·特罗格纳结婚，他们有3个孩子，让、尼古拉和劳伦斯。6马克龙担任总统的第1年，2017至2018年。2017年5月7日，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第2轮投票中击败玛丽娜·勒庞，当选为法国总统。他于2017年5月14日上任，时年39岁。马克龙担任总统的第1年，面临着一系列国内和国际挑战。在国内，马克龙因其经济改革而面临批评，其中包括削减公司税和使企业更容易雇佣和解雇工人。他的政府也因处理一些引人注目的丑闻而受到批评，包括所谓的贝纳拉事件。在该事件中，马克龙的一名亲密助手被拍到袭击抗议者。在国际上，马克龙面临着处理一些全球危机的挑战，包括叙利亚冲突、朝鲜核危机，以及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尽管有这些挑战，马克龙担任总统的第1年被广泛认为是成功的。他对叙利亚冲突的处理、对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努力，以及对欧盟改革的努力赢得了赞誉。7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与欧盟。法国有一位新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他对欧盟有很大的计划。马克龙是欧盟的坚定支持者，他说他想让欧盟更民主、更高效。他还认为欧盟需要更加团结，以面对未来的挑战。马克龙已经对欧盟的运作方式进行了一些改变。他推动欧盟和法国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他还努力改善欧盟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如德国和英国。马克龙对欧盟的愿景是一个更团结、更有效的欧盟。他认为欧盟需要更加民主，他希望让人们更容易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还认为欧盟需要更加高效，以面对未来的挑战。马克龙是欧盟的坚定支持者，他对欧盟的未来有很大的计划。8马克龙的国内议程、优先事项和改革。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决心在该国留下自己的印记，并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内议程。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改革法国经济，他认为这对提高法国的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除经济改革外，马克龙还提议对法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教育系统进行一系列改革。他还发誓要打击犯罪，改善国家的安全。以下是马克龙正在推动的一些关键改革。1经济改革。
马克龙认为，法国经济需要进行改革，以使其更具竞争力。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削减公司税，使解雇工人更容易，以及改革养老金制度。二、社会福利改革。马克龙提议对法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使人们更容易找到工作，并增加获得儿童保育的机会。三、教育改革。马克龙已提议对法国的教育系统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增加对学校的资助，并使家长更容易选择孩子的学校。四、犯罪与安全。马克龙发誓要打击犯罪，改善国家的安全。他提议增加警察的数量，并加大对罪犯的惩罚力度。九、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与环境。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其任职期间将环境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优先事项。在竞选期间，马克龙承诺使法国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的世界领导者。他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在他的领导下，法国已经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马克龙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许多雄心勃勃的承诺。他承诺到2050年使法国实现碳平衡，他还承诺到2022年结束法国的所有燃煤电厂。他还承诺到2020年在法国禁止所有塑料吸管和盘子。这些只是马克龙努力使法国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的一些方式。马克龙还在以其他方式努力保护环境。他设立了一个新的环境部，并增加了环境保护的资金。他还禁止在法国进行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马克龙的环境政策并非没有争议。一些人批评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得不够，还有人批评他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政策。然而，毫无疑问，马克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他正在发挥着作用。使马克龙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马克龙一直在大声倡导对抗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在他任职的第1年，他主持了一个星球峰会，世界各国领导人聚集一堂，讨论气候变化和全球转向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他还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2017年6月，马克龙宣布了他的让我们的星球再次伟大计划，该计划为气候变化研究和可再生能源投资提供财政支持。2017年12月，马克龙在巴黎主持召开了 COP23 气候会议。11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与法国教育。埃马纽埃尔·马克龙1977年出生在法国亚眠。作为2个医生的儿子，马克龙追随父母的脚步，在南巴黎大学学习医学。之后，他在罗斯柴尔德银行担任银行家，然后在弗朗索瓦·奥朗德总统手下担任经济部长。2017年5月，马克龙当选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其总统任期内将教育作为优先事项。2017年9月，他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旨在提高法国的教育质量。这些改革包括延长上学时间、增加学生在校的天数，以及雇用1万名新教师。2018年1月，马克龙宣布了一项计划，让所有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免交大学学费。这项计划预计将惠及40万名学生。马克龙还提议对法国的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增加顶尖大学的名额，使学生更容易在大学之间转学，并为学生建立一个新的财政援助系统。马克龙的教育改革遭到了一些反对，但总的来说，他们受到了法国公众的欢迎。由于马克龙致力于改善法国的教育，该国的教育质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继续提高。12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与法国经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是法国现任总统，正在努力改善他的国家的经济。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使法国成为对企业和投资者更具吸引力的地方。为此，他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削减公司税，使雇佣和解雇员工更加容易，以及改革福利制度。到目前为止，他的努力似乎正在得到回报。法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多年来的水平，失业率也在缓慢下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马克龙总统相信，他的政策将继续推动法国经济的发展。13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法国的福利国家。
马克龙在总统任期内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法国经济和社会的举措。2017年9月，马克龙公布了他对法国福利国家的全面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对某些医疗程序的报销比例设置上限，对某些福利的资格进行经济状况调查，以及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这些改革旨在使福利国家在长期内更加可持续，但它们引起了争议，并导致了工会和左翼政党的抗议。在外交政策方面，马克龙比他的前任弗朗索瓦·奥朗德采取了更多的干预主义做法。他在中非共和国和马里部署了法国军队，并支持在叙利亚使用军事力量。马克龙还寻求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尽管两国在乌克兰冲突中的关系持续紧张。展望未来，马克龙表示，他希望将法国打造成一个创业国家，并将该国变成全球经济的主导者。14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与法国外交政策。自2017年当选以来，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总统一直寻求恢复法国在全球舞台上的领导地位。他努力加强该国与欧洲伙伴的关系，同时也与其他国家接触，努力建立一个更加合作和有效的方法来应对全球挑战。在马克龙的领导下，法国一直是国际努力的积极参与者，以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和平与安全，并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该国还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并努力改善与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关系。在经济方面，马克龙继续其前任的改革，旨在促进增长和就业。他还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商业环境，使法国对外国投资更具吸引力。马克龙的国内改革议程一直不太成功，他试图放宽该国的劳动法，导致了广泛的抗议。而他提出的全面改革养老金制度的建议则遭到了工会和公众的强烈反对。展望未来，马克龙面临的挑战是兑现他对法国现代化的承诺，同时也要解决那些感到被全球化抛弃的人的担忧。15马克龙的非洲政策。在他的非洲政策中，马克龙试图在前几任法国总统多年的忽视之后重新与非洲大陆接触。他对非洲进行了多次访问，并寻求促进与非洲大陆的经济联系和投资。他还寻求改善与非洲国家的安全合作，特别是在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方面。16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与中东地区。马克龙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叙利亚政府及其对平民的待遇。2018年，他呼吁对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做出强有力的联合反应。他还批评了沙特领导的对也门的封锁。马克龙一直是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坚定支持者。2018年，在美国退出该协议后，他努力挽救该协议。他还呼吁就地区问题与伊朗进行更多对话。马克龙一直致力于改善法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2017年，他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埃及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他还寻求加强法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马克龙对以巴冲突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谴责双方的暴力行为，并呼吁实现两国解决方案。2018年，他主持了以色列总理和巴勒斯坦总统之间的会议。17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与英国。自上任以来，马克龙一直在寻求巩固其权力，并推动其改革议程。他还努力改善与英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英国脱欧谈判期间变得紧张。2018年9月，马克龙对英国进行了一次高调访问，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和其他高级政治家会面。这次访问被认为是成功的，两位领导人重申了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合作的承诺。此后，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持续增长，两国在安全和贸易等问题上密切合作。18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美国。自2017年当选以来，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一直寻求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他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次会晤，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贸易、安全和气候变化。马克龙一直对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持批评态度，但两位领导人在打击 ISIS 和朝鲜无核化等问题上进行了合作。2018年，
马克龙在法国接待了特朗普，参加1年1度的巴士抵御日庆祝活动。虽然两国的关系并非没有挑战，但马克龙表示，他认为美国是法国必不可少的伙伴。19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与欧洲的未来。2017年5月，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以压倒性胜利当选法国总统。他的当选让许多人感到惊讶，因为就在几年前，他在政治舞台上还相对陌生。马克龙以改革为竞选纲领，他的胜利被视为对法国现状的拒绝。在竞选期间，马克龙公开表示支持更强大的欧盟，他的当选被视为欧洲亲欧盟力量的胜利。在英国脱欧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党崛起之后，马克龙成为欧盟的拥护者和进一步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作为总统，马克龙一直是欧盟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他推动了更深入的经济和货币联盟，并提出了一系列倡议，以使欧盟更加有效和高效。马克龙也一直是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有力代言人，并直言不讳地批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展望未来，马克龙表示，他相信欧盟必须推进进一步的一体化，以便生存和发展。随着英国将离开欧盟以及民粹主义的兴起，马克龙对欧洲未来的愿景将在未来几年受到考验。20结语：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新时代的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于2017年当选为法国总统，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人选。他被描述为改革派和亲欧派，并开始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议程，以使法国现代化。作为总统，马克龙寻求通过改革和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努力改善与法国的欧洲邻国的关系。他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倡导者，并承诺在2050年前使法国实现碳平衡。马克龙在担任总统期间遇到了一些挑战，包括2019年的黄马甲抗议活动，该活动是由他被认为对富人的偏袒所引发的。尽管有这些挑战，马克龙仍然很受欢迎，并被许多法国人视为希望的象征。随着他进入第2个任期，马克龙面临的任务是兑现他的承诺，使法国现代化并改善其公民的生活。无论未来如何，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肯定会成为新一代的总统。结论：总之，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是一名法国政治家，自2017年以来一直担任法国总统。他是一位中间派领导人，被描述为改革派和亲欧派。马克龙推动了法国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他还致力于改善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